最近 FB 社群里面啊，大家都在一直探讨一个问题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没有别人，只有自己。那所以是一个单机版的游戏，而不是一个线上游戏。那当然也可以把它看成线上游戏，也可以把它看成单机版游戏。那就有很多人听到单机版游戏之后，然后他也领略到好像真的是这样，然后就觉得很悲伤，然后很悲伤。孤单，整个世界就只有我一个而已，对啊。难道不孤单、不寂寞、不恐惧吗？那就有了一些感触。那在这个问题，我们想来聊一下，到底如何证明是单机版，又如何证明不是单机版？其实我们完全不需要去探讨这个问题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现在在一个人生的故事里面，然后有遇到很多人，那每个人其实都是 NPC，都不是真的。那但是我们不知情，所以我们把每个 NPC 都看成是真人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去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活在一个什么状态里？不就是每个人目前的状态吗？我们就认为说每个人都是真的，那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，我跟每个人相处的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如何如何。那这样的一个状态，我们不管对方是真人或者不是真人，或者只是一个梦境里面所梦到的人，又或者是一个线上游戏里对方不在这里，而在另外一个地方连线到这个身体，然后跟我互动的一个灵魂。不管是如何，我看待他，其实我只看到我跟他互动时候所产生的信念。因为我觉得，他是什么什么什么，他是什么什么，就是我的信念。然后我跟他互动的时候，如何如何如何，那些如何如何，也全部是我的信念。其实我看到的就只是我的信念。所以这时候他是真人，或者是连线的玩家，又或是 NPC， 对我来说有什么不同？完全没有不同。我运作的就是我的信念，就是在这个当下跟对方互动时所产生的信念。我按照这些信念的滤镜，然后看到眼前的这个现象，就是如此。至于他是 NPC 或者连线玩家，或者是单机版我们梦到的人，根本不存在，没有人，有何分别？没有分别，我看到的就是我自己的信念。所以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单纯的，就只是看到自己的信念而已。那你去探讨对方是 NPC 还是真人，还是连线玩家，还是梦境中的人，有什么意义？这都没有意义。唯一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完全离开我们的信念，跳出来，成为真实的自己的时候，这时候世界呈现的就是实相，就是真实的面貌。那时候你看到，至于他是真人或者 NPC 或者连线玩家，或者没有，只是你的梦。那时候才是真实的，所以我们在看到真实以前去探讨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。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，每个人讲的或许都不一样，到最后什么是真的，都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只是在信念上运作而已。你永远不知道真实是什么。我们又对啊。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件事情。好，你现在跳出了你的信念，你看到世界是真实的了。这时候你离开了所有信念，是不是空无一物？一个 NPC 站在你面前，你看空无一物；一个真人在你面前看空无一物；一个连线玩家站在你面前看空无一物。有分别吗？实相就是离开信念之后空无一物。所以有一个禅师，他觉醒了之后，开悟之后，他说：梦里明明有六趣，醒后空空无大千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梦里面还没有开悟登出以前，所看到的明明就有六趣。六趣是佛学的用语，也就是六道轮回，就有六道轮回，有各种不同的存在的世界。这个就是说，梦里面有世界，无数的世界，无数的场景存在。然后他第二句是觉后空空无大千，就是醒觉以后，他醒过来以后，原来空空的，连3000大千世界都没有，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所有世界里面一切环节全部都是空的，都没有。那这代表什么？醒过来根本就什么也没有。所以这时候在你面前会有个 NPC 吗？还是有一个真人吗？还是有一个所谓的连线玩家吗？还是会有一个梦里面梦到的对象吗？都没有。那这样不就非常清楚了吗？所以我们在登出以前不必去思考这个问题，登出以后也没有这个问题。各位能够稍微
摸到一点点。是说真正的开悟登出之后，才是真正的外面没有别人，只有自己吗？是在登出以前，都对于这个都只是一种想法信念，是没办法体会的，没办法体会，没办法体会。那会变成怎么样？被故事玩吗？是。如果有人在真正的登出开悟以前，他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没有别人，全部都是自己，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看见的任何人事物都是自己所显化的。这只是一个想法。他知道这个想法，然后并且相信了。那，这有趣了。我们刚刚讲的绝后空空无大千，醒过来空空无大千，无大千无三千大千世界，不是只有别人是没有，连自己也没有啊。所以不是说在我的故事里面没有别人，只有我自己一个，不是，连自己都没有啊。那连自己都没有，不是说我在玩着一个单机游戏。谁在玩单机游戏？那单机游戏是谁？主角是谁？不是说旁边有一些 NPC， 然后你的主角是真正你在操控在玩的，连那个也没有，好吗？对，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所以我们不会想说，现在哇，我们接触到的所有都是 NPC， 只有我是真的，只有我是真的。这时候我去拿个迫击炮，拿个什么去哇，到哪里去轰炸，然后去把人都打弹飞，然后去炸死了没差嘛，反正他们都是假的。只有我是真的。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信念显化实相。你这样信念去伤害一些所谓的人的时候，你的信念里面知道你是给予痛苦，不管对方是 NPC 或者是真人，你都知道你在给予他。那个他不管是 NPC 还是真人，你都知道你给予他的并不是一个美好的过程，而是一个不美好的过程。所以即使你认为他是NPC， 你即使认为他是假人，你认为他不会痛，你认为他不是会痛的，但是你给出伤害的那一刹那，你的信念很细微的部分，你知不知道你在伤害，在给出伤害？你就算觉得他不会痛，你也还是知道你这件行为是一个伤害的行为，你不会认为说你这时候拿榴炮弹打他是给出丰盛，你会这样想吗？不会。那你就是知道你给出什么，给出什么回来什么，就这么简单。那给出回来什么，回到你这个所谓的人物身上的时候，有痛觉，然后有很大的这种痛苦的感觉，真的还假的？你能不能认为那是假的？如果可以，的确你的世界并不存在；如果没办法，那么你就会得到负面的回馈，这个要非常清楚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运作里面，自己要非常清楚自己最细微的信念给出的是什么，那个东西要抓得很清楚。即使你觉得对方是 NPC， 可能也不会痛啊，所以我给出痛苦是没关系的啊。这个信念是很危险的。你有没有发现说，我给出痛苦是没关系的，我给出痛苦给出什么就回来什么，还是回到你身上，你到时候你就觉得奇怪，我不是觉得他们假的，为什么我还是会回馈痛苦？因为你还是知道你给出的是什么，不是因为他们是真人或假人，而是因为你知道你对这个世界投射了什么。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丢什么出去就回应什么，而不会因为它是镜子不是人，所以就不会回来。整个世界都是镜子啊，所以跟人无关啊。你要知道，所以很单纯的是你给出的是什么，他回来什么，跟他们是不是真人毫无关系，因为世界只是一面镜子。各位要非常清楚。自己也是假的自己也是假的所以你要证得那个自己也是假的，才是全部都是假的。因为对啊，如果就是在登出开悟前，其实只是小我想外面没有别人，只有自己，是小我，对，都是小我在想，对啊，并不是契入那个状态。在真正的登出开悟以前，就是小我在那边玩，你还是被小我玩，还是在被小我玩啊。所以真正的超级玩家是在登出开悟之后，才真正能契入，就是万事万物都是自己啊，自己所显化的，没有错。所以说，如果真的要契入外面的世界，没有别人，只有自己，那真的要登出开悟之后再说。那个就是超级玩家。没错。在登出开悟以前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小我可以知道如幻视角，可以知道显化丰盛，可以知道一切都是自己嘛。那当然可以让故事变得更轻松，变得更好玩一点，但是还是有限。
对，就是能玩的还是对啊。这是用来增加自己的如幻视角的如幻程度，而不会让还没有办法直接契入整个都是虚幻的，就是这样。真正超好玩的超级玩家那种，就是登出开悟啦。但是真的登出开悟之后，那游戏还会好玩吗？好玩呢，就是你完全知道这是游戏之后，真正好玩就开始了。因为你就可以选择信念去显化你想要玩的，那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。是那个小我知道吗？是谁知道？知道一直都是那个觉察，知道觉察在那里。这时候你小我所有信念起来都是被觉察看到。你这时候看到信念，你不一定要选择这个信念，你也可以选择其他信念。但是这时候你会觉得，那到底谁在选择？没关系的，即使是小我在选择，你也可以选择自己所谓想要的一个信念。因为所有的信念，我们在运作的时候，会如何回馈给自己，你在登出之后看得一清二楚，你就可以选择当成一个超级玩家，而不被信念玩而玩所有的信念，就是这样都没有问题。但是你也可以选择，我也不玩，不喜欢玩，我就静静的看着所有信念起来，被消化起来，被消化，越来越空，朝着回家的路也可以，都可以。但是是不是小我没有办法分辨，到底是不是真的登出开悟了，小悟还是大悟？就如果小我真的被空吞没了，小没了，空了，然后又角色又回来了。这非常简单，因为开悟的绝对不是那个角色。当你认为我开悟了，那么你就不是开悟，那就不是开悟，那是小我在欺骗你，那只是一个想法。所谓的我开悟了，那个我到底是谁？没有这个人，没有这个我，所以没有人开悟。所以一旦你认为我开悟了，就不是那个开悟的发生。开悟的发生其实不是我开悟了，所以很简单去检验自己。当你觉得我开悟了，那么就不是了，千万不要相信你的小我，他讲这一句。是这样吗？就是当说我开悟了，是感觉我好厉害，我成就了一件事情，对，但是我还是跟别人分开的，我开悟了，你没开悟，对，这时候你的小我就觉得自己获得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成就。我比较厉害，我比别人厉害，我已经开悟了，所以我可以当大师去教别人什么，教他什么，他跟我是分开的，那我是那个很厉害、高高在上的存在，很有灵性最高的那个成就者这样。对，这样就可以分辨了，很容易分辨了。你一旦这样认为，就不是。对啊，真的是，因为就是都是故事啊，这故事怎么讲怎么玩，讲的天花乱坠，或是对啊，那些都是故事啊。对啊，到底是菩萨在度众生呢，还是众生在度菩萨？互相度，互相度嘛。对啊，可能会有小我会觉得菩萨很厉害啊，都帮助很多人啊，帮助他，帮助你啊。但其实菩萨就是在消化这些信念啊，一切都假的嘛，也其实没有需要度的人。那有需要度的人，那是信念，那是信念，就是菩萨就是在消化这个信念，消化有人需要被度这个信念。搞不好那个可能大菩萨就只剩下唯一这个信念。对啊，就其他信念都没有，唯一只剩下要度人的信念。那等这个消化掉之后，那可能就回家了，这样圆满了。那菩萨已经是圆满的吗？菩萨站的位置已经是圆满，他站在圆满来看待不圆满，站在圆满来消化不圆满，越消化越圆满。对，那所以圆满的程度也关乎于菩萨的这个几地到佛，佛就是彻底的圆满，那可能八地、七地、六地就没有佛那么圆满，因为他站在圆满去消化不圆满，每消化一些不圆满的时候，他站的这个圆满就更加圆满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菩萨就是越来越圆满，所以就超级玩家嘛。因为为什么叫超级玩家？就是你随着那些不圆满的信念消化，就一直被众生度，是吧？被众生度，然后哇，你就越来越圆满，看一切万物都是圆满的，就不会这个人怎么这样？那个不对，天哪，哇，这人太夸张了。然后其实都是让自己看别人不好，其实是自己受罪，这样自己不圆满这样。在佛经里面对于佛有一个解释，就是说，自觉觉他觉行圆满。自觉就是自己去觉察着自己的信念，
就自觉，觉他就是去觉察对方的信念，那对方也就是借由别人引起了自己的信念，看到的还是自己的信念，然后去消化自己的信念，这叫做觉他，不是去度人，而是借由度人去看到自己的信念，然后还是消化自觉觉他，觉醒圆满。这个自觉跟觉他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到了完全圆满的程度，那就是佛了。那所以解释得很清楚。所以呢，想要在游戏内玩的开心，就要知道一切都是圆满的。没有不圆满的人事物，其实一切都圆满了。只有自己不圆满的信念。对。好啦，这集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拜拜。拜拜。